注意看，这个嚣张的日本女拳王竟在采访中大放厥词，称张伟丽根本配不上金腰带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吹捧张伟丽，要她说中国拳坛的冠军根本没有含金量，日本的格斗选手才是世界第一。如果张伟丽和他打一场比赛，那他会让张伟丽有来无回，不但掰断他的胳膊不说，还要把张伟丽按在地上狂揍3回合。说到这里，他还轻蔑一笑，称张伟丽就是个笑话，表情动作十分挑衅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嚣张的日本女将踢到铁板了。张伟丽听到他如此狂妄的发言，当即飞往日本东京，要与他分个高下。你可以骂我，但你不能骂我们中国拳坛。嘴上功夫强的小日子，张伟丽见太多了。这场比赛是要为中国拳坛证明。好了，那么咱们话不多说，一起来看看这场精彩的大战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麻烦您动动发财的小手，为张伟丽点赞加油吧。本场比赛，张伟丽的对手是来自日本的综合格斗老将藤野惠宪，他在日本该级别中排名前3，职业战绩为18胜9负，曾经获得过日本的空手道世界冠军。但张伟丽这场比赛对上他也便不发怵。要知道，张伟丽刚刚在国内拿完昆仑决的世界冠军金腰带，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没有停歇，马不停蹄飞往了日本。可以说啊，张伟丽现在身体的一个体力可能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最佳状态，但是为了给中国拳坛找回尊严，这场比赛他开局就选择硬碰硬，脚滑了一下，但没关系，起身之后继续追打。张伟丽的拳腿在正面的交锋中并没有占到劣势，现在对手接腿想带地面，张伟丽的防摔技术非常好，对手想要抱起张伟丽，张伟丽向下压，强行将对手绞住。那这一波能看出来张伟丽的技术非常精湛，左手是已经箍住了对手的脖颈，虽然对手先发起进攻想带着地面，但张伟丽以手为攻，成功将对手制服在身下。现在要看一下张伟丽下一步的动作，他的左腿盘了上去，如果说能够架住的话，那这个位置可以做一个断头台。不过日本女将站了起来，张伟丽将对手推开，两人回到擂台中心，这一波较量非常激烈。日本女将又是在正面连轰2拳，张伟丽防住，张伟丽踢腿，对手用拳头还击。张伟丽这场比赛更擅长用腿，她更喜欢用腿。日本女将呢，则是抓住张伟丽进攻的空档来挥拳。目前看起来，她的反制手段还是不错的。张伟丽正蹬将对手蹬开，保持好自己在擂台中心的位置，这样对自己的进攻非常有利。低扫打出，没有踢到。想要侧踹，侧踹完了跟上前手后手拳，再加侧踹，侧踹加前手后手，张伟丽的进攻节奏我们已经能看清了。低扫打出，张伟丽还想扫腿，向前压进，互拼重拳，张伟丽继续向前逼近，正蹬来压制对手的走位，想要低扫被对手直接带入地面，这波有点大意，但张伟丽双腿已经架上去了，现在还没有下一步的进攻动作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说一下，这场比赛咱们前面也提到过，张伟丽在国内打完比赛之后立马飞往了日本，那么其实留给他的准备时间是并不多的，他只能在飞机上研究对手的录像，所以说这场比赛其实他体力还有战术储备并没有那么充足。不过为了中国功夫的尊严，中国拳坛的荣耀，他还是毅然决然上擂台。那现在在地面中，他的右手重拳打到对手的面部，而且呢还一直压制日本女将的一个进攻，他的双腿架得很死，同时将对手的右手拳压在身下，这让日本女将没法进攻。他想强行抽出右手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回到站立状态，张伟丽还在地面，小心对手再次在地面，他要在地面用腿将对手蹬开之后，确保安全的位置再起身。张伟丽用腿不断将对手蹬开，再蹬，最好一脚爆头，还在蹬，不断打到对手的双臂。好，那这样裁判叫停，两人回到站立状态，同时回到擂台中心，比赛再次由站立格斗开展。回到站立之后，两人又是拼重拳，张伟丽的正面拼拳根本不怂，站着对轰，
这打出了我们中国女将的气势。对手又一次想带地面，张伟丽抵住龙边，依靠勒绳来抵住对手的进攻。但现在两人僵持住了，也没有下一步的进攻动作。张伟丽吸顶，对手见势不妙，直接跑开。张伟丽低扫，漂亮，将对手扫倒，紧接着砸拳，不断的补拳，低扫完成之后，将对手一通狂砸。现在可以看到日本女将的右眼已经是流出了鲜血，张伟丽还补了一脚，霸气。张伟丽的前手和左摆拳，小心一点，继续拉扯，漂亮，再次打到对手的右眉骨，有一点点的鲜血，这是打出了一点小口子。那瞄准了这个方位打，再打下去，对手就会鲜血不止。可以看到张伟丽已经开始用肘了，他也很清楚的知道，当对手有这么一个漏洞存在的时候，需要主动进攻。可以看到对手已经是流出了鲜血，就像刚才所说的一样，打日本人一定要往死里打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对手的右眼充满了鲜血，已经流进了眼睛里了，这样的话会妨碍比赛的进程，所以裁判叫停比赛。现场的医务人员赶忙去处理伤口，张伟丽在旁边等待，可以说是看得非常爽快啊！打日本人还要再狠一点才够爽。但现在比赛才来到时间的中段，一会儿张伟丽继续狠狠揍他。那这边处理完伤口，日本女将回到擂台中心，同时哨声吹响，第一回合暂告一段落。时间很巧啊，那这边日本人看一下他的伤势，右眼的眼角位置已经是被打裂了，鲜血一直渗出，台下的人员赶快给他用凡士林抹一下。张伟丽这边也是有一点流血，不过是鼻血啊，擦一擦就好了，赶快喝点水调整一下。那马上进入第二回合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两位选手已经准备就绪了，来看一下张伟丽在第二回合会有什么样打法改变。开局又是对轰重拳，张伟丽只要瞄准对手的伤口打就好了。那这边日本女将则是选择搂抱张伟丽，想将张伟丽带入地面，因为她知道啊，自己其实在站立现在来对拼的话是非常吃亏的。她的眼角有伤痕，张伟丽只要瞄准了这儿打，那么她是很难与张伟丽匹敌的。她现在这个打法相当于是一种无赖打法啊，她贴身近战，这样张伟丽打不到她的眼角。张伟丽呢也是很无奈啊，身上还染上了她的鲜血。这日本人的血啊，我们真是嫌脏，赶快回到你的边角吧。张伟丽看了一眼自己胳膊上的血，有点膈应，但没办法，比赛就是比赛。那这样的话，赶快去清理一下自己的血迹。那日本女将也去清理一下伤口，不知道她还要不要继续作战。在开赛之前是那么的嚣张，开赛之后眼睛都快被打瞎了啊！不知道她现在心中作何感想。现在场边的医生正在给她处理伤口，给她抹上止血的一些药粉，还有凡士林。如果说确认无误的话，那比赛将要继续。好，还要继续打，行，看来他是想要拼到底了。作为日本东京主场的灵魂选手，他想要继续作战下去。行，那你不死心，张伟丽就让你死心。张伟丽来到擂台上之后，又是硬拼重拳，可以看到张伟丽的拳法非常迅猛，在对手进攻空档，后手拳多次命中，正面的砸肘。来看一下日本女将，这脸上啊又被开口子了，刚才处理完的伤口又流出了鲜血。裁判挥出双手告知比赛结束，这日本女将没法再打了，比赛结束了，张伟丽轻松获胜。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一场碾压性的胜利，从第一回合的末尾打出小口子开始，这日本女将就一路走下坡路，明显能够看出她的脸上啊早就没有嚣张的气势了，真是看了让人发笑。而张伟丽则是非常自信的在擂台上举起了右手，迎接胜利的到来。在日本东京客场作战，成功拿下胜利，真的是大快人心。张伟丽过来看一下日本女将的伤势，这整个人啊是包上了一个大纱布，还敢嚣张吗？张伟丽也只是简单的碰了一下拳，因为两人赛前的过节啊，导致他们也不会过多的接触。张伟丽的硬肘可以看出来是直接将对手打开口子，一肘啊是将他干得头破血流，
赛前那么嚣张，赛程中段就已经被打成花眼了。哈，这场比赛如果不是裁判叫停的快，可能眼睛都要给他打瞎了。那最后，让我们恭喜张伟丽拿下了这场大快人心的胜利，也感谢各位的收看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期频道，不要忘点赞、收藏、关注。我是玉峰，我们下期频3再见。Judges called a stop to this bout at the second round, 3 minutes 51 seconds, and the winner by the blue corner, 1 by TKO. 有请颁奖嘉宾，波轮决大赛创始人。